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那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之前已经想蛮久的。那做一些功课以后，我觉得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就是关于暖气系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刚到荷兰在看房子的时候，其实最看不懂的东西就是暖气这件事情。因为台湾很少遇到吧？对，台湾没有在装暖气，顶多就是那种空调、冷暖气。那这边就有比较完整的暖气的系统这件事情。那我仔细做了功课以后，发现真的暖气这件事情蛮复杂的，然后各种设备装备都很多，每一家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着重聊的就是我们家的系统，就是目前为止我对我们家的暖气系统有一定的掌握，那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我相信其他的，因为我们家这个系统也不是什么太特别的状况，其他你看到房子可能也会雷同，或是只是有一些设备长得不太一样，那你大概可以去做一个推敲，可以大概想象我们家系统可能是这样的原理，可能是这样的运作，或者是在看新的房子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底。对，那这边先讲讲现在最夯最特别的暖气系统，就是那个热泵式。对，那它原理大概就是把户外的暖空气吸进来，然后室内就变温暖。那通常大家在选购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在考虑它的投资报酬率。你说这个系统很贵，那我买了以后到底可以省多少年的瓦斯费之类的？对，所以你在看新房子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它已经装好热泵的，那就很棒，就是对前期投资它都已经完成了。你可以把它加房价里面，也有可能对。但你之后就不用考虑再去改。它算是近几年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吗？不知道是近几年，我不知道是5年、10年之类，但的确是你现在假设是要买新的或者是新的系统，通常就是直接用热泵式，包含那个烘衣机也是。烘衣机的热泵式也会比较贵，但就会比较省，比较省电。对，那也不会排那个暖气热气出去。对，好，离题了。那今天主要聊聊我们家的暖气系统。那你要说最热泵，那还有什么吗？其他的地暖还是什么？没有，其他的就除了热泵，其他以外就不提了，因为可能太广了。那我了解的不够多。那我今天就分享我们家的系统。热泵是比较特别，所以拿出来讲。就是我们家的系统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这里会有一个荷兰文那个字我不会念，但翻成英文它是 boiler， 就是翻成中文变成锅炉。但我后来研究一下，发现锅炉这个词很不适合用来形容我们家这个东西，叫中央供暖系统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用热水器比较合适，它应该叫热水器。那家长哪里？就在那个洗衣机旁边，红色的那个白色白色长方形的，对，那是热水器。热水器就跟以前台湾有一个热水器在阳台，然后点火。对，你把它想成是一样东西就可以了。好，然后热水器有个盖子。盖子打开可以看到一些资讯、读数啊等等一些数字。你什么读数？就是现在的水温啊，或者是那个水的压力啊等等的。对，有一个盖子。那我们家的是混合式的。什么叫混合式的意思就是我们家的自来水的热水，跟暖气系统的里面的热水，来自同一个热水器。对。那我知道，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有些人是分开的两件事情。是哦。对，但我们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是混合式，好像叫 HR 混合式之类的。对，那我们就把它先分开来看。我们先讲比较简单的，就是热水。那它也供应我们家的水龙头的热水嘛，所以它就很单纯，就是有一个水管出来，然后可能连到厨房的水龙头，然后可能连到浴室的莲蓬头。大概这样，这就是热水管。对，它原理其实就是里面有水在流的时候，就是推动它的东西之类，它就开始加热。然后我们就有热水这样子。那我之所以不称为它锅炉，是因为锅炉听起来好像是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存热水。我们用的时候就用那个炉子里面的热水，但我们的没有，我们是有水推动以后才有热水，跟以前我们在台湾一样。就你开热水的时候会听到那个瓦斯炉在在烧。对，它是类似的原理。对，所以一半就是讲很单纯，开热水有热水。那接下来讲讲今天主要分享的暖气系统这件事情，就是它会有一条热水管出来，然后到底以后接回去冷水，这边一样有火在加热。那主要是这样子，就是它热水管出来的时候，它连接到我们的那个叫做 radiator， 中文叫做散热器，就是墙壁上挂那个白色的那个。这是散热器哦。中文应该叫散热器，翻译我不知道，但它英文当然就叫 radiator。对。那这个东西我们在蜜月的时候就很常看到，就是我们来欧洲玩的时候，看到墙壁边有
那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那个东西好可怕，会为什么碰到就烫伤还是怎样？哦，对，但实际上后来发现，一摸就是温温的，会烫啊，会烫，但不至于说你一摸就水泡什么的。这不对至于，没有那么夸张。对我第一次看到觉得看起来好像挺恐怖的。好，然后就是我们每个房间多少都有一个 radiator， 然后我们客厅有3个，所以它的原理就是这样，热水进来，然后热水会变冷嘛，然后就这样回去。那第2个、第3个呢？对，那第2个就是热水一样会过来，然后它在散热器它就变冷了嘛，因为它把热给散掉了，然后让这个空间更温暖。然后我们一开始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很怀疑啊，我一个房间只有一排东西在窗户下面，房间怎么会暖起来？后来我们实际用好像觉得，真的会呢。有啊。对对，古人智慧还是蛮厉害的。一个局部的东西，整房间热起来。所以它原理大概就这样子，基本原理大概这样。但是我们每个 radiator 啊，有一个旋钮，对不对？有一个很像水龙头的。对。它其实就是装在这里。所以每个旋钮它其实就在控制水量而已。对。当你的水大一点，就热水大一点。对。那热水大一点，那个东西的温度就越高，你房间温度就会上升的越快。对，就是这样子。我这只是示意图啊，因为我们家我发现它其实是有被层的，就是热水器出来其实就是分2条线，然后冷水是分2条线回来，但无所谓，不影响这个要解释的架构。那好，所以这样看起来，你的房间好像每一个都可以单独调节，你要冷一点、热一点这种感觉，就大概有这种感觉。那现在要讲的是有一个，我觉得是蛮特别的设计吧，或是以前设计没有这么完整，就是它会再牵一条讯号线，1条或2条讯号线下来，然后最后一个控制面板。对，通常我不知道叫温控器还是叫什么。是一个控制面板，然后面板上面呢就会显示像冷气一样，现在温度，然后你想要设定到几度，然后旁边可能按钮，调整这个温度，跟那个冷气一样。对，那听到这里就觉得吊诡的事情就来了，就是它整个暖气系统的温度计，侦测温度的就只有在这个面板上面的这个位置，这面板同时可以控制温度，也有含温度计装在里面。然后像我们家，通常我知道的大部分家里也是这种状况，就是它的温度计是在客厅，也就是说，整个系统是以客厅的温度为主，对，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状况，就是假设客厅我设定25度，客厅已经加热到25度了，然后它就告诉他你不用再烧热水了，就停下来了。这时候你这边其实你这边就算你的卧室的开关是开着的，你也觉得温度怎么都上不去，因为它的温度侦测就是在客厅而已。对，然后那时候啊，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这个温控器是旧的那种，就看起来很破旧很烂。那它的温度控制就是你人要走过来按，或者是它的定时功能都很差，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换了一个智慧型的，就是我可以用 App 去连接，然后 App 可以控制它，然后它可以就可以远端操作。就我们在卧室睡觉的时候，我可以控制这个温度，对的这种感觉。那刚刚讲到这个温度计在客厅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刚搬来的时候，不是有一次想说省瓦斯好了，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把客厅的这个水龙头都把它关掉，就是这边不会有热水过来，然后我们温度还是有设，例如说现在20，我们是25，结果发现我们房间热到一个爆炸，因为你是25，可是客厅你怎么加热它都是20度，对，所以就会变成很奇怪的状况。所以你是说客厅的感温是觉得还没到25？对，它就一直加热，一直加热。楼上其实很暖和了，对，楼上超过25，不知道几度了，所以会有这种尴尬的状况。那现在能源就很贵，所以变成我们客厅都要保持开着，就为了让这个温控器可以知道现在的温度。对，所以我们换这个智慧型温控的时候，它有一些设备是可以，例如说我这里房间里装一个温度计，无线的，所以你也可以依据这个温度去控制整个系统。对，然后它有出一些装置是智慧旋钮，这旋钮我们是用手动去转的，它可以换成智慧的。那不是很贵吗？对，很贵，就是说你温度可能这间房间已经太热，这个旋钮就会自己转小一点，水龙头转小一点。对，然后这一颗旋钮要100块，就是为了省人工去转这件事情要多100块一个旋钮。那太旧的是没有办法换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旋钮看起来大颗的，通常就可以直接换掉，换成智慧型的。对，如果是很小的，那就是很旧的，那可能是没有办法换的。旧的反而是小的。
就是看起来很小颗那种，可能没有办法换。我在研究规格的时候，那后来觉得太贵，我们就没有换。那现在想不换也是对的。你有发现我们在用这个智慧温空气的时候，它的反应很慢。对啊，我不知道是这个品牌的问题还是怎样，就是我们是25度，我预期我马上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变成25。对，没有，过一阵子它这里才变成25。对，我觉得它那个系统的设计有一些问题啊。那我觉得不好用的主要根源是因为这个暖气系统的这种设计就是古老以前的东西了，它把所有东西串在一起，然后就反应很慢。对。那我们现在了解这个系统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去节省能源。例如说我们人只有在客厅的时候，就先把楼上关掉。那也知道我们说客厅的可能大部分时间是不要关的，不然你的温控会很失常。关于这个系统，我觉得还有一个陷阱。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暖气不吹了，我把所有的旋钮都关起来就 OK 了吧？这样子其实会一直烧钱。因为假设你看我都关起来了，我这个水龙头都关起来了，然后我这里设25度，现在20度，你觉得它会怎样？它会想办法把它。对，它会一直加热，然后你的水管里面就是热水，这样几乎没有水，热水下来变冷一点点回去，热水再下来，然后这里就在烧。对，就下意识变成在浪费钱。是哦。对啊，因为你一直在烧啊，一直在烧瓦斯啊。但你暖气虽然都关的。但它就是在烧瓦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智慧的侦测什么，它会帮你去关掉之类的。关于这个暖气系统，你还有什么疑问？跟你本来想的是差不多的。没有，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卧室，就是我们现在别人客厅都开始暖气，然后去房间睡觉的时候，把卧室的那个radiator打开，然后发现根本就不会热。有原因就是因为客厅的温度已经到了，对，所以它这个火根本就不会启动。对，所以你打开完全没有用。所以是不是打开越多间，它耗的能源越多吗？对啊，因为热水跑过来，它就会稍微变冷。就你要把热水弄到更多的 radiator 里面去，自然就是会烧比较多能源。大概这种感觉。对，你可以想，那个管子越短，你需要烧的瓦斯越少。你这个水要跑过更多 radiator，就需要更多热量。在冬天，很多人说就是太冷的话，假设你的这个系统没有在运作，它可能会里面水会结冰，会爆管。对。那我们那时候买这个智慧装置，它好像会自己去侦测。对，就是它温度太低的时候，会让它启动一下。可是那你的那个其他房间的要打开吗？还是不用？它只要虽然启动就好了，还是？有其他房间的也是要打开。你看那个每个 radiator 上面的水龙头，它有一个就是雪花图案，那个意思其实就是微微的打开，让水有流进去，这样你才不会爆管爆掉。我那时候看房子，我问房东一个我现在想起来很蠢的问题，我说那里面的水就是固定那些水在跑，也就是说它是封闭式的。对，对，答案是肯定的，就是，然后这些水在跑的时候，虽然感觉是封闭的，但它有时候会蒸散掉一些水，所以看那个这里都会画说它现在那个水位压力值对不对？如果压力太低了，你要自己拿一个水管把水补进去这个系统，让它压力恢复正常。那我要怎么补？网络上有教学影片，就是我们这个机器旁边都会有一个水龙头，有水管，然后把它接进去。然后接在这个机器上面，仪器上面。对，接在这热水器上面。我一直以为接在什么红色桶子那个。应该不是，我看教学影片不是接在，好像不是接红色桶子。是哦。对。那主要就是让这里面的水不要太少。对。那刚你讲那个红色桶子，对我刚漏掉，你想说忘记什么？就在这个系统里面会接一个，我们那时候刚来荷兰住宿舍有看到一个看起来很恐怖的东西。我那时候会觉得这到底什么？看起来摸起来就会爆炸。一个红色圆形的，椭圆形，然后是钢瓶那种硬的，对，红色的，然后就很像瓦斯。对，很像瓦斯桶，看起来很可怕，会爆炸。看起来没弄好，它会不会炸？整个炸掉。对，那个东西其实只是用来调节这个水的压力而已，就是它好像瞬间加热的时候，水压力会有一些变化，所以里面是充氮气跟好像水吧，就切一半，然后让那个水压比较平稳。不会突然对水压变化太大，它就是一个对这个系统的一个保护装置而已。对。然后再提到这个热水器，大概好像是13年还是15年就要换一次。这上面白色的嘛？对，这整个这桶子忘记几年了。对，那这整个要换一次。是每年都对，每年都要有人检查。对，每年我们都要找人家来保养。他说保养，然后就是固定的东西要换之类的。对。那我们是有签合约啦，毕竟在荷兰，哪一天突然跟你说我今天没有热水，
没有热水哦，很可怕。你说请他来修伞的那个，对，修伞的合约，因为我们的热水是关系到我们的暖气跟日常用水同一个系统。我们的这一台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图案，它会画 radiator 在这里。它如果有出现那个图示的话，表示现在这个系统这个火它是有点起来的，它是有在加热。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然后我会把那个产品刚提到那个我们智慧的温空气那个产品资讯放在底下说明栏。那没有特别推荐的，大家也可以自己看看。也没有业配，对，没有业配。我觉得它看起来官网介绍的很智慧，但实际用起来，暖气系统就是一个很笨很慢的系统，所以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飞旋。有时候会觉得控制没用，远端控制好像也没有。慢一大拍，对，因为它的讯号传递其实是用它自己的gateway之类的东西，那我是觉得那个不是很灵光，网络上有人在抱怨这件事情。好，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就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